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有什么好事会发生，有什么是你们可以期待的。那在我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张牌就是一张太阳牌啊。我觉得这个太阳牌代表的是10月份，它是一种上升趋势的确立，就是你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10月份有一些事情它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上发展的，而且太阳牌就是说会让你们在10月份有一种自己被保护着的感觉，就是有人罩着你们，或者有一股能量在庇护着你们，帮助你们走上正轨啊。当然，这也意味着10月份可能就是太阳嘛，你们会有一个外出，解除封闭状态的一种暗示啊。太阳也代表的是一种核心，就10月份你们会成为一件事情的中心和枢纽，或者说在某件事情、某个项目当中拥有话语权和权威。那么吊人的话呢，就是困住你们的东西在你们自己的手上，就是打开心结的钥匙其实是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的，就内心深处的某个心结、某种执念会放下。这个吊人也有一种放过自己的含义，就是和自己和解、和这个世界和解的含义。那么权杖3呢？我觉得它最直接的含义就是10月份你们会看到新的风景啊，这意味的是你们的人生在10月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改变，去到更高处，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好的人。而且10月份你们可能会确立一个更加远大的目标吧。就确立了一个目标之后，你们的生命就有了秩序感和方向，因为你们知道应该如何做出行动和改变啊。它是一种摆脱迷茫、眼神重新变得坚定的过程。然后这张皇帝牌呢，皇帝的话，我觉得，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可能会和一个特定的人有关吧，因为这个人他似乎是能够主导事情的发展和走向。皇帝手上的星币呢，就是有一个人可能在10月份会拿出一个实质性的结果来帮助你们，或者说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会让一件事情在10月份画上圆满的句号。那么权杖侍卫的话呢，权杖侍卫我觉得10月份应该是有一种百废待兴的感觉吧，就是它是一个关口，你们要重新的选择方向。而且可能在你们选择方向的时候，已经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了。权杖侍卫就是你们在等待着一个事情的发展、转折点和变盘点啊。而且愚人呢，我觉得愚人牌就是你们紧绷的神经会放松下来啊，会更多的享受生活，或者说从一种责任的束缚里走出来，主动的卸下自己的某种身份，如释重负的去旅游，或者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发展爱好。然后这个圣杯国王呢，我觉得有一个水象能量的人会出现啊。10月份的话，这个人他是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啊，很会聊天，能够给你们一些情绪价值。而且圣杯国王呢，我觉得他对于你们来讲有一点亦师亦友的感觉吧。我觉得从这组牌来看啊，十月份，你们会怎么说呢？10月份它其实是最大的改变啊，是你们会有意识的去锻炼，和一件事情和一个人产生深度关系的能力，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啊。水象能量的牌本身也是鼓励你们去活在自己真实的感受当中啊，尊重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的感受主导你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把快乐最大化，去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真实的追随自己的感受。那么星币3呢？星币3，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合作吧，或者说你们可能在尝试着10月份做一些资源上的整合，可能会意外的发现一个副业或者说商机。宝剑8，我觉得宝剑8这张牌代表的是10月份你们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捉襟见肘啊。但是宝剑8就是整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有困难有挑战，你们也会带着镣铐起舞，有能力去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挑战和任务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7啊，那么在10月份你们应该是会全神贯注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星币7就是你们的专注会显化出大量的结果，或者说在你们的全力以赴之下，有一件事情在10月份会突飞猛进啊。那么圣杯1呢，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是在提醒你们，因为是一张水象能量的牌啊。水象能量的牌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就是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还有就是10月份你们要刻意的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慢就是快，只有在慢下来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细节，才能够在你们处理好一些细节之后，这件事情它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当你们急于求成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很多关键性的东西啊。而且呢，圣杯的话就是在10月份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尤其是当你们的感受和现实存在偏差，那么其实是你们的感受在提前告诉你们一些信息啊。同时，圣杯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去重视表达的力量，就是当你们开始表达，不再沉默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变得对你们有利起来。尤其是当你们开始表达或者展示自己的时候，就会得到某个人对你们的信任和重用，从而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那么圣杯女皇呢，我觉得在10月份啊，可能说你们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种人际关系的维护上面啊，可能会主动的去沟通，解除一些人际关系的误会和矛盾。圣杯女皇其实也是你们会保持一种对于这个世界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可能会发现一些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啊。所以圣杯女皇她其实强调的是一种感受或者说感觉。当你们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啊，这种感受会让你们突然的开窍，变得得心应手，就进入到了那种类似于心流的状态里边，整个人的反应力、观察力、敏锐程度都会有一个质的变化。那宝剑侍卫呢，我觉得手持宝剑的侍卫，就是10月份你们想要推进的事情会不可避免的遇到阻力，但是你们还是会迎难而上，它显示的是一种决心和勇气啊。其实你们就是能够从这张牌里边感受到啊，它是一种非常坚定的意志，迎难而上的勇气。10月份拿出一种死磕的精神。那宝剑3的话呢，它是一个逆位啊，就是说你们在做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低估这件事情的难度，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如此的波折。但是宝剑3就是，当你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一件事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之后，你们反而能够正确的评估，并且改变自己的策略，去解决这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宝剑女皇呢，我觉得10月份啊，可能会签署一些很重要的文件啊，或者说合同，或者说你们可能会秘而不宣的去做一些事情。尤其是你们在做的这个事情，你们会悄悄的做，不会把它告诉别人啊。因为风象能量的牌，其实它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目标感，井然有序的安排和规划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反而会让你们变得很低调、很谦逊、很沉稳。然后风象能量的牌又有很强的秩序感，就是10月份你们会找到自己的节奏，安排好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风象能量的牌就是你们会以自我为主导，不会去迁就，不会去委屈自己啊。因为风象能量的牌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自我延伸。那么节制牌呢，我觉得可能节制牌它是两种能量融合在一起啊，就是你们会在一些事情上面不会像以往那么极端，或者说过分的钻牛角尖，它有两种能量的权衡和妥协。所以节制牌它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就你们之前在某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但你们在10月份会重新反思自己的策略，在一些事情上面会折中。然后圣杯骑士呢，骑士手上拿着圣杯，说明10月份有一个人会带给你们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消息会带给你们改变，或者说加速你们做出一个选择。然后这个圣杯3呢，我觉得10月份啊，社交会带给你们一些正向的改变，或者说你们会把这张牌理解成为是10月份你们在人脉、社交、资源、信息整合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当然圣杯3这张牌可以理解成为是10月份你们可能会在不同的事情或者说不同的项目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之间来回的切换。而且水象能量的牌，我觉得你们在一个小团体当中的话语权、身份和地位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8，我觉得10月份你们很有可能会专门抽出一个时间来放空自己啊，清空自己的能量。你们越是放空自己，可能就越会有超出你们预期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放空自己、清空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重新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啊，会重新审视，会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它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当你们完成了这一轮自我修正之后啊，会有一个极为快速的成长。那么第二张牌宝剑9啊，我觉得它对应的是摆脱某种心魔的纠缠，可能是某种噩梦啊、心魔、阴影。这种摆脱也是你们会看清楚这些心理层面的伤害啊，它只是一种幻象。恐惧的其实并不是事实，而是你们所恐惧的东西啊。当你们看到这种本质之后，反而会达成一个自我和解啊。所以说这个修正啊，就是看清自己的过程呢，你们会重新树立自己的风格吧，把那些混乱的东西重新统一起来，然后重新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啊。所以说10月份对你们来说，它也是一个先慢后快的过程，尤其是10月份的上半个月，你们更多的可能是向内求，向内寻求解脱，会把受过创伤的印记把你们从你们身体当中彻底的剥离出去。所以说权杖9这张牌呢，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会对过往的经历所犯过的错误啊，遇到的人和事，所有的一切做一个总结、复盘和整理。在这种复盘和整理之后啊，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说圣杯侍卫的话，我觉得在你们精神状态上面的话，10月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转吧。因为圣杯侍卫这张牌它本来就是一个水象能量的牌，可能你们偷偷的保留了自己身上的某种纯真啊，就是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毫不在乎了，实际上是你们内心当中珍藏了一些美好啊。我觉得圣杯侍卫也是你们会找到一些精神层面的寄托，不再迷茫和空虚。权杖6呢，我觉得10月份的话，你们筹划的事情应该是会有一个很不错的进展的，因为权杖6它代表的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所以说10月份对你们来说的话，会找到做一件事情的正确的方法，或者说能够在一件事情上面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正反馈，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而逆位的权杖国王啊，我觉得在10月份的话，对于可能有一些事情你们会暂停掉，为了另外的一些事情让路。它可能代表的是有些事情会被推迟，会被延迟。但是你们明白，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它的条件不够成熟，所以说你们必须要按下一个暂停键。但是当你们把一件事情按下暂停键之后，可能会意外的开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说命运之轮这张牌啊，它其实就是在10月份的话，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很偶然的惊喜会出现。并且呢，有一个人啊，手上拿着命运之轮啊，所以说你们的命运之轮可能在10月份会转动，会有一些重大的结果，或者说命运的转折点会出现，也可能会遇到一个能够左右你们命运的人啊，影响你们接下来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啊。那么审判牌呢？审判这张牌，我觉得可能说有人会在10月份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竞争，或者说10月份有一个很重大的结果出炉。审判代表的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在10月份会落地。那么权杖7呢，我觉得它是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把一件事情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可能周围的人都不看好你们，或者说不理解你们，但是这个时候的你们反而能够坚持自我，能够遵从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对你们刮目相看啊。所以说权杖7其实是在坚持自己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其实权杖7它也和对抗有关，就是你们可能在对抗环境无形给你们施加的压力、刻板印象或者说思维的束缚，这个过程就好像战争一样，因为你们不愿意随波逐流，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我感受到的就是，你们可能在不属于你们这个年纪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说你们的人生，人生的密度很高，思想很成熟啊。权杖7有一种被迫长大的感觉，就是你们在不属于自己的年纪的时候，需要去应对很多很沉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张牌也赋予了你们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所以说
10月份整体来看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能够独立的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觉得从这张牌里边，我能够感受到你们能够是有能力去独挑大梁的，或者说有些事情必须是你们出面或者出头，它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说10月份你们可能会被邀请去解决一些问题，会有一种临场救火的感觉，或者说有人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面会向你们请教，就是你们是有能力帮助别人，或者说帮助别人解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